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人气男星大男主古装剧评分 PK， 徐凯垫底，龚俊暗河传第7，成毅、曾舜晞莲花楼第1。2025陆剧被大男主古装剧霸屏，人气男星几乎人手一部大男主剧。肖战有《藏海传》，龚俊有《暗河传》，罗云熙有《水龙吟》，成毅有《赴山海》，王鹤棣有《大凤打更人》，往年任嘉伦、徐凯也都演过类似题材。不过不是每一位男星交出来的成绩单都亮眼。以下近3年人气男星主演大男主古装剧评分 PK Top 10：罗云熙《水龙吟》第10，龚俊《暗河传》第7，冠军为10负评。徐凯《雪鹰领主》4.8分垫底，王鹤棣《大凤打更人》5.6分也落榜。徐凯和王鹤棣两位人气95生近年都有重磅大男主剧推出，不过评分都不高。王鹤棣《大凤打更人》评分仅5.6，没有进榜。或许是因为这部剧宣传时对标《庆余年》，拉高了观众期待，播出后低于预期就被骂很惨。其实很多人追下去后，都觉得《大凤打更人》剧情不差，这是2025少数网播量破20亿的剧呢。徐凯《雪鹰领主》口碑就很惨，这是徐凯第1部大男主古装剧，合作古力娜扎。原著小说很热门，但剧版网播量和口碑都大崩盘，评分仅4.8。徐凯和古力娜扎没什么 CP 火花，演技也有被吐槽的声音。近3年人气男星大男主古装剧评分 PK Top 10：罗云熙《水龙吟》豆瓣评分5.7。罗云熙《水龙吟》豆瓣评分仅5.7，这部剧口碑评价比较两极。《水龙吟》是大男主武侠探案剧，有观众认为《水龙吟》剧集调性不太像传统武侠剧，特效时好时坏，罗云熙和女角火花不强，所以追不下去。但也有人喜欢到一口气追平好几集《水龙吟》，节奏很紧凑，不会拖沓注水，古装造型也非常吸睛。《水龙吟》讲述正邪莫辨的唐丽慈被昔日好友构陷，被迫卷入颠覆武林的阴谋。他冷眼睥睨天下，以域外武学往生普密探13楼，智斗剑王城，联盟碧落宫，入主中原剑会，但却在此过程中与池云、沈郎魂等人产生羁绊，最终选择肩负起江湖未来使命。近3年人气男星大男主古装剧评分 PK Top 9：侯明昊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豆瓣评分5.9。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和《少年歌行暗河传》出自同一个小说作者，故事有联动，但口碑却差很多。《少年歌行》和《暗河传》在豆瓣分别拿下8.3和7.1的高分，反观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评分不及格。3部中只有这部剧是另外一个导演，观众大多都在吐槽导演拍得不好，打戏全靠特效撑场面，剧情节奏也比较拖沓。如果是首次入坑的观众，或许会觉得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剧情不差，但和《少年歌行》一对比，观感就差很多。讲述百里东军自幼顽劣，不好诗书武艺，却独好酿酒。知音与好友叶云有过要成为酒仙的约定，但是命运却由不得他选择，最终他拜入高人门下习武，并重逢了已经改名的叶云。然而叶云遭人利用，发起了一场战争，而百里东军既要救下苍生，亦要拯救自己的好友。近3年人气男星大男主古装剧评分 PK Top 8：任嘉伦烈焰豆瓣评分6.3。任嘉伦烈焰改编自漫画《五更记》，原著是重磅男频 IP， 粉丝众多。烈焰有漫画打底，剧情没有魔改，节奏适中，特效也过关。不过这部剧最被吐槽的是造型，不少网友都觉得造型太灾难了。任嘉伦、徐正熙、严屹宽这些古装美男，到了烈焰帅度全都大减。
虽然造型很还原原著，但被认为不太适合几位演员。如果撇开妆造的话，剧情其实不差，节奏流畅，主配角人设也有亮点。烈焰讲述人族王子五更遭遇国破家亡后，沦落为奴隶却不弃初心，带领人族同胞反抗神族压迫的故事。近3年人气男星大男主古装剧评分 PK Top 7，宫俊暗河传豆瓣评分 7.1。宫俊近年推出的古装剧《安乐传》《狐妖小红娘》《月红篇》评价都崩盘，但最近的《暗河传》口碑很高。宫俊主演的《暗河传》改编自周木南的同名小说，是高评价武侠剧《少年歌行》的外传。虽然观众认为《暗河传》没有超越前作《少年歌行》，但《暗河传》拍出了热血少年群像，主配角人设都很饱满，豆瓣开出 7.1 的高分。《暗河传》讲述江湖第一刺客组织暗河的大家长危在旦夕，想要夺位的3家家主纷纷派出刺客刺杀。苏沐雨作为暗河的朱影团首领魁，被迫卷入争斗。他与好友为了各自信念拔剑相向。近3年人气男星大男主古装剧评分 PK Top 6，肖战藏海传豆瓣评分 7.1。肖战的藏海传是2025收视口碑双丰收的大男主古装剧。藏海传主打大男主权谋，讲述藏海被灭门后一步步成长与复仇的故事。藏海传节奏飞快，剧情一环扣一环，到了大结局也没有烂尾，在豆瓣开出 7.1 的高分。藏海传因注顶流男星肖战，首播就有高热度，这是今年网播量难得突破20亿大关的陆剧。藏海传收视和口碑评价都很正向，结局也留下伏笔，肖战作为撑起整部剧的主角，口碑表现不错呢。藏海传也被许多粉丝敲碗开拍第2部。近3年人气男星大男主古装剧评分 PK Top 5，丁禹兮大理寺少卿游豆瓣评分 7.2。大理寺少卿游是古装探案题材，走轻喜剧风格，改编自漫画《大理寺日志》，讲述李炳意外遇刺，不幸身亡后，意外变成白猫，后来被任命为大理寺少卿。与陈实、王七、阿里巴巴、崔贝和孙豹等人拨开神都层层迷雾的探案故事。大理寺少卿游播出前，不少粉丝担心会魔改，因为原著中主角猫头人身的设定不好拍。没想到剧版在现实和奇幻之间平衡得不错，透过动画尽力呈现了猫咪的设定。大理寺少卿游知名度不高，但豆瓣评分有 7.2。剧荒值得一追。近3年人气男星大男主古装剧评分 PK Top 4，陈晓云香传豆瓣评分 7.3。陈晓主演的《云香传》是武侠剧，制作相当精良，武打戏份有美感，剧本也扎实。陈晓和毛晓彤演技在线，豆瓣有 7.3 的高分。而陈晓今年也有2部大男主古装剧待播，一部是《云香传2》，一部是《大生意人》，目测制作质感都很不错。《云香传》讲述云台弟子云香苦修10年，步入江湖。在闯荡江湖的过程中，云香结识了几位好友，舒亚楠这位聪慧机警的女子，更是让云香产生了朦胧的情愫。可是好景不长，随着对昔日灭族惨案的深入调查，云香挖出了更多骇人听闻的秘密。他意识到曾以造福苍生为己任的云台早已堕落，云香决定挺身而出，捍卫心中的正义。近3年人气男星大男主古装剧评分 PK Top 3，杨洋凡人修仙传豆瓣评分 7.5。杨洋近年推出不少陆剧，像《我的人间烟火》《且试天下》都口碑崩盘。不过今年杨洋主演的《凡人修仙传》获得一致好评，该剧在豆瓣拿下 7.5 的高分。《凡人修仙传》讲述普通的山村穷小子韩立偶然之下跨入到一个江湖小门派，修炼成仙的故事。《凡人修仙传》质感很好，
实景拍摄的画面很唯美，故事节奏不算快，但过了3集后，会越看越好看。而且这部剧的导演很会拍，把杨洋拍得仙气飘飘，完全不油腻。近3年人气男星大男主古装剧评分 PK Top 2，张若昀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豆瓣评分 7.9。张若昀近年有《庆余年》以及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等大男主剧，评价更高的是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，豆瓣评分高达 7.9。显微镜下的大明讲述了万历年间，一项不公正的税收政策在徽州府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混乱。这是一场乱民、县官、州府、户部、首府、皇帝等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之局。显微镜下的大明服装、布景与造型通通走高质感路线，场景细节用心，很多台词都有玄机，而且人物塑造饱满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机与目的。显微镜下的大明篇幅短小，但口碑比《庆余年》还高呢。近3年人气男星大男主古装剧评分 PK Top 1，成毅、曾舜晞《莲花楼》豆瓣评分 8.5， 冠军是成毅的《莲花楼》。今年成毅也有《富山海》《天地剑心》等大男主古装剧热播，但《富山海》口碑远不及《莲花楼》《天地剑心》热度也一般般。《莲花楼》是个探案故事，讲述武林高手李香怡遭人陷害后重伤坠海，侥幸存活后就隐姓埋名叫李莲花，因缘际会下结识方多病，并破获一桩桩案件。莲花楼主配角的塑造都非常立体饱满，且蕴含哲理，有拍出武侠的侠义，后劲非常强，是能一看再看、反复细品的好剧。富山海的热播，反而让很多观众都想念起莲花楼，纷纷跑去重刷。这部剧真的经典。